就得到中国来吃。一只鸭子只有一只心，就是这味儿。台北的101大厦是一样的。身后呢就是外滩和陆家嘴。上海的海关里面，他的一把手居然从来没有过是一个中国人。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们调整了半天，下午直接出来吃午饭了。倒时差能力还是不强，巧不巧的是，我们今天又吃北京菜。对呀，所以我们再三得强调一下，我们现在是在上海。Melody 也是特别喜欢吃北京菜因为我们俩曾经在北京生活工作过很长。对，很多人不知道，曾经有人猜我，问我是不是北京人。所以我们俩的口味啊，有些时候啊特别喜欢北京的对，尤其是 Melody 啊，尤其是 Melody。今天也是我就是打卡啊，每次回国，每次回来都吃，必须要去吃的。今天我们吃什么呢？吃烤鸭。吃烤鸭。好。北京烤鸭，4季民福啊。对，这个是标准的挂炉烤鸭。对，北京还有焖炉烤鸭，那就是著名的便宜坊。而现在吃那个的比较少一些。对对对。那这一口呢，在全世界呢都比较少了啊，就得到中国来吃。是的。你比如说加拿大吧，它就是对这个养鸭子的这个人道主义要求比较高啊，是的，所以它就无法把那个鸭子啊养得这么白白胖胖。对，没有那么肥美。所以那鸭子呢，比如说温哥华的全聚德，我们也去吃过啊。但是它鸭子就比较瘦一些。对，它是在美国养的。对，您能看到咱们现场的等位其实也不多。对呀。所以叫号大家。它这儿烤鸭是259一只，然后格外呢，它收鸭饼的和小料的钱。如果是半只烤鸭呢，就不含鸭架子，你就不能拿走，也不能吃，对吧？那么半只的价格是159。通常呢，我们2个人都吃一只，反正胃口大吧。然后鸭架子一般我们喜欢带走。那么再点点别的北京味儿的，看它这个招牌菜啊，贝勒烤肉，259啊，这相当于加币40多吧，而且这是税后啊，相当于40，差不多快跟菜市场买那烤鸭差不多大价格了啊。那菜市场买那也得这温哥华呀，也得20多吧一只。烤鸭大概40块钱一只吧。40块钱一只啊，那是基本上相当于菜场了，拎回家吃的。那这个是给你现切现片啊，现烤现切现片，这个确实啊，这个物价呀，没有办法跟中国比啊。刚才我还回忆了一下，我印象中去年来吃，而且是去年年初，也就是1年半以前来吃，就是259，1分钱都没加过啊，确实很便宜。这边有师傅在这现场片啊。这个鸭肝、鸭舌、鸭掌，我们就点鸭掌。点一个鸭掌吧。这芥末鸭掌可是这个老北京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菜。对，火爆鸭心。你想吃就。我要吃这个火爆鸭心。好。一只鸭子只有一只心。你这伤了多少鸭子的心？还送了一些餐前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预料到，我们点完之后基本上是吃不完的。我再要一个这个白灼西兰苔。哎，我记得我们在北京王府井那儿吃了一家，这是4季民福对吧？是王府井那家就叫4季民福吧？应该是吧。我们去可不止1次2次啊。对。南河沿那儿。对。其实北京有很多小吃呢，还是不错的。这些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驴打滚、爱窝窝、豌豆黄、芸豆卷儿，还有炖吊子。这儿竟然还有豆汁儿，看到没有？焦圈儿、麻豆腐、炸灌肠，嘿，真叫一个全乎。芥末鸭掌，这是
比较有名的京菜啊，尤其是烤鸭店都有这道。好，我们的烤鸭已经好了。这片鸭子呢，最大的功夫是这个忍受热的啊，这个烤鸭特别热，比较烫手，所以你看它切开的时候都是冒热气儿的，非常热乎啊。所以呢，他们要忍耐这个烫手，还能不影响烤鸭这个片鸭师傅的这个片鸭的技巧。这难点呢就在这个。好，这是鸭胸肉啊，这是可以蘸点糖吃的，因为这个比较脆。现补鸭掌。一张饼一张纸。听有人教过我说，这个烤鸭叫一卷一卷。虽然我们温哥华的那个全聚德也去过好几次，对，但是总感觉你放心好了，那鸭子肯定不是这鸭子，因为那鸭子啊，那太那个瘦了，没有肥肉。对，在老北京的这烤鸭呢，采用了养鸭的方法呢，叫填鸭。以前经常形容这小孩子上学是填鸭式教育，而且它也没有这个，就是指这填鸭，没有鸭心啊什么。据说他们杀鸭子还有特殊的规定，因为要人道。对，要人道主义杀鸭子，那这一人道，可能口味就差了。而且呢，这老外他根本就理解不了这池塘里扑呲扑呲的鸭子被吃掉是什么滋味，是吧？所以他们不吃那东西，他们压根就不吃鸭子。烤鸭，不错。火焰上燎3到5秒啊，火燎鸭心是吧？然后可以搭配这个葱丝和香菜一起食用。就是以前厨子给我们燎好了，现在我们自己燎着吃，是吧？它那样的话，直接燎好了上桌之后，您吃着过一会儿就凉了，对不对？这中间是白酒吗？对，那对啊，酒才会点得着啊。那我还第一次啊，我以前吃的都是厨师燎好的。对，大多数都是燎好的。如果您吃到后面的话，它这个没有酒精之后也没有温度了，它慢慢就凉下来，这个心就。我自己燎一个，3到5秒。对，就像烫毛肚一样的。一共是539，它本身不知道为什么给优惠了10块，然后我在预定的时候上面又写的注册，然后会员又减30块。对啊，现在是这样，你如果生日的话，他还送你50块钱券。哦。然后如果你抢到了上海的消费券，这儿也能用。啊，反正这儿都是税后的价，所以税后一共499。反正现在是这样，你在中国，在上海各种吃饭、各种消费，你就要会抢券。抢券啊，相当于不到100加币啊。那当然了，520块钱才是100加币。啊，那这相当于这几十美金了啊。对。不错啊。吃的我们2个人基本上就直不起腰了。我还带着一带回去了，这鸭架子我也吃不了，就带回去吃了。吃完烤鸭，4季民福出来。3件套，3加1加一东方明珠，对，4个都在一块儿啊。最高那现在叫上海中心啊。对，环球金融，环球金融，然后下面的金茂大厦。对，像塔一样的金茂大厦，当年是上海的地标最高的楼房。对，它很短，很短，很短。是88层，然后就建了一个像平起子的这个最左边的。对。这个叫环球金融中心啊。对对。这个巧了啊，这个是101层，正好跟台北的101大厦是一样的，101。哦，那101在先了。啊，101在先啊，所以刚刚巧了。但是没多久之后呢，又建了一个最右边的这个上海中心，这下高了，128层，一下把这个所有的都超过了。浦西就北湾滩上还要建一个浦西第一高了。对，目前浦西第一高现在是这个白玉兰。白玉兰啊。然后在白玉兰的左后方要建一个更高的。对，是的。
大家好，我是 Melody， 我是 Kevin。虽然有很多人来过上海，也非常了解上海，是。然后订阅我们的观众呢，很多也是上海人，但是呢，我还是愿意比较隆重的跟大家介绍最漂亮的上海。身后的这一片，这个就是外滩，中间这个就是黄浦江，外滩对面的高高的那几个楼就是陆家嘴，就是浦东。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北外滩为什么会这么好呢？它正好是黄浦江的一个转弯的地方，转弯转过来之后，你正好两岸都能看见。然后中间呢是有浦江游览的游船，有轮渡，还有一些运送货物的货船。陆家嘴呢，这个大名鼎鼎了，这是最繁华的浦东。想当年呢，上海人往返浦西和浦东之间并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对，只有一个轮渡。那么自行车、人，大家混在一起就到浦东去。我们昨天介绍过，比如公平路的码头啊，16铺的码头啊，当年没有桥，也没有隧道，对。所以说浦东呢，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滩涂，就是现在背后的这一片高楼大厦是个滩涂。对，网上还说啊，就是有很多青蛙的叫声，对吧？就是形容荒凉。浦西的人嘲笑浦东啊，说那个地方都一片滩涂，一片荒凉啊，晚上都漆黑一片啊，甚至能听到青蛙的叫声啊！看着如此繁华的景色，对，倒退30年，你非常难以想象，上海人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浦东，或者说看不起这个浦东的。他们人知道这句话，就是老百姓就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也不要浦东一间房，就是这样啊。是比较押韵的一个说法，哎，形容了就是上海人民对于浦西和浦东的地块的价值观吧，就是严格的泾渭分明啊，就是这个黄浦江是肯定不能过去的。对，那么现在交通问题变成坦途之后，这个就不算什么了。甚至于像浦东一些很好的地方，不单单是陆家嘴，都是上海的名片啊。刚开始90年代的时候，有了第一条隧道，就是延安路隧道。这个时候呢，他们是唯一除了轮渡之外能够回浦东的一个方式。他们一般呢都会打到延安路隧道靠浦西这一段，然后呢几个人拼车再拼回浦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南边有南浦大桥，北边有杨浦大桥。那太多了，凤浦大桥、徐浦大桥那还有 N 多个隧道对，可以过江。沿着这个北湾滩这儿就有好几个隧道啊，大连路隧道、新建路隧道是啊。当然，外滩隧道是不能到浦东的。是。外地的朋友，有些人来上海的时候都笑称：“哎呀，导航里出现隧道，可不能随便进去，进去有可能是到浦东去了。”我就犯过这个错误。但是在上海呢，有个别几条隧道并不是通往浦东的，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外滩隧道。那边外滩隧道啊，我们也经常走的。对，反正就是和大家比较笼统的介绍一下我们最爱的上海。对。接下来呢，还是有 Kevin 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昨天去的海关大楼。对，因为海关大楼呢，始终呢，我们对它还是有一种崇敬之心啊。对，当然它的历史呢，也是令我们觉得特别有传奇故事。当我们知道从清朝开始建立海关，一直到民国时期结束，对，都从来没有过中国人做海关的一把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之震惊。这个上海的海关里面，他的一把手居然从来没有过是一个中国人。对，虽然他的顶头上司啊，需要汇报的人是宋子文，对，这个大家也是比较熟悉。当时民国的财政部部长。对，但是去了解了一下，为什么没有中国人做海关的一把手的时候，又是一把辛酸泪啊。因为清朝沿袭下来的庚子赔款需要赔偿很多的钱啊，那这时候清朝又没有什么信誉，那怎么办呢？就押上自己的海关，因为上海的海关收入占整个大清帝国的海关收入的1/3。对，那么所以说清朝就将海关的一把手授予一个英国人，这样能给予八国联军啊信誉有背书。然后呢，能够令西方列强放心的将这个费用呢能够延期偿还。那后来得知到了民国时期，这个海关总署呢依然是由英国人把持。对，1927年上海海关大楼落成之后，里面的一把手依然是一个外国人。为什么呢？因为上一任英国的负责人一把手死掉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整整50年的时间啊，然后就换成了新的一个英国人，然后他又做了10多年的时间。对。然后宋子文在财政部工作的，然后民国政府呢还是希望能够
换成中国人。对但是迫于跟西方列强的一些关系，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宋子文任命了一个跟自己他换了一个的特别亲信的对英国人，但是还是个外国人，还是一个英国人。所以这个海关总署啊，真是令我觉得中国的历史上还是有很多辛酸的一部分啊。对，因为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我们特意查了很多资料，我们有点恍惚哦。那这个是上海海关到底是那个民国时候的海关总署，还是仅仅就是一个地方的上海海关？他这个气派和他这个做派，好像感觉就像一个海关总署哦。对，但是我们查下资料来，它仅仅就是上海海关。是在南京。对啊，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呢，对，因为海关总署的一把手，他都长居于上海。对。而且上海也占据整个全中国海关总署的收入的1/3。对。那么因此呢，上海海关总署就更为重要了。对，也就相当于部长经常在这个省里面办公。而且我们之前介绍的上海海关的这个大钟啊，都是从英国运过来的。所以说，我们为了参观这个海关，也迫使我们去了解了一些很多东西。发现有些尘封的历史打开之后啊，对，好像是特别有意思。我们虽然说呢有点笨拙，但是还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历史。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内啊，不能把所有的这个历史都能还原，甚至是形象的就展现出来。但是我们能感觉到这部分历史的奥妙啊。对，这个整个外滩呢，它这样的老建筑，其实呢就是开放的很少。除了一些对外营业的银行，比如说招商银行、中国银行，对啊，其他的大楼。但是我相信呢，每一栋建筑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故事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海关大楼呢，它其实是开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先河啊。对。所以在留言板上，我们其实也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字条，就是我们希望这样的老建筑能够越来越多的分期的啊，对我们普通观众能让我们走进去看看。而且很多的游人都是留下了同样的祝福和愿望啊。对。所以借着这个契机，除了和大家介绍一下美丽的上海，也和大家说一下，再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关总署的这种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上海海关的参观，网上的这个说法呢褒贬不一，有些人觉得呢开放的区域太少啊，然后有些人认为甚至于钟楼不开放，啊，大家就是抢得来如此火热的票，好像有点不值得。但是我们俩个人认为，就是能够踏入这种建筑，也已经不容易了，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希望以后非常鼓励开放的区域越来越多，对，能够把中国的这个历史啊还原的越来越多，对，越来越真实，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老建筑，能让我们老百姓走进去看看。对，也希望大家有空来上海走走看看。所以很难想象啊，我们现在后面的这个灯红酒绿的样子啊，实际上在上海90年代之前都是漆黑一片。对，90年代最初的时候，只有后面这个东方明珠。对，今天这个东方明珠是中国红啊，因为现在正好是节假日期间。对，然后陆续后面有了这么多的楼。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对岸全是钱的味道。对，建立的时间呢也不是特别久，就是1990年开始，确切讲1991年正式动工的第一个建筑，这就是这个东方明珠啊。对，因为浦东开发嘛，就大家不要把上海和香港的维多利亚也不要和纽约比，我们因为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家呢就是发展的阶段也不一样。政治制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修建一个地方呀，它的理念呀，它的包括它的执行力啊，还是它的过程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上海还是有非常迷人的地方。上海又有一个说法叫魔都啊。对，魔都的想法就是，其实魔都这个词并不是民间的一种传说，它是真正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富二代作家，他第一个提出来了，说上海是个魔都。他认为上海既是一个时尚的地方，又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地方，又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所以特别的魔幻。所以他第一个提出来，上海是一个魔都，时尚的地方，这个肯定是毋庸置疑了。这个全国人民相对都比较谦虚一些，还是承认上海是这样的一个地位啊。现在这个江上啊，不断的在有游船啊，也是我之前提到的。如果不差钱的话，就可以坐一坐这个游船，那它会从黄浦江来回走一圈那这样让你可以看到整个浦东浦西两边的风景。对，因为看上海呢，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立体的角度。因为最初呢都是只在南京路看对面的陆家嘴，可是现在陆续呢，比如说陆家嘴也有很多新的建筑开放了顶层的观光，比如说上海中心、环球中心。对。
你已经有很多个选择了，白玉兰广场也可以登它顶。那个楼顶上就有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对，它分日间票和夜间票，嗯大家就可以非常零距离的在浦西的高处看望浦东。其实看浦东啊，在浦东看其实是不好的，对吧？灯下黑嘛，对吧？在浦西看浦东，对，在浦东没错看浦西吧。没错，就是这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从浦东看浦西是看过去、看历史，那么从浦西看浦东呢？是看现在，看未来。对，当然，未来在浦西又有一栋新的摩天大楼在修建了，据说又要打破这个现在浦西第一高的记录。对啊，成为一个新的浦西第一高。也在北外滩地区，所以大家如果来上海走亲访友，如果来旅游的话，千万一定要来一下北外滩，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这个位置，你可以像今天一样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景色，你们也会爱上上海。好的，好的，谢谢大家。大家。